好啊，你说你在追击凶手，那你倒是说说，你追击的凶手在哪儿呢？什么时候？你还装什么哑？快说啊！我正在追，却被你们给追到了，凶手自然有机可乘，逃走了。你这意思，还是我们阻碍你追击凶手了？不敢，凶手轻功不弱，对地形也非常熟悉，才一转眼的功夫便消失不见。即便不是你们拦我，想必我也追不上。景县尉，当时你也在现场，你怎么看呢？左大夫是贺王义子，以治病救人为己任，品性高洁，从不踏足烟花之地。无论是小玉还是傅曼青，都不可能有恩怨，完全没有杀人动机。所以我认为，左大夫没有撒谎，他的确是去查小玉的案子，正好碰见凶手在行凶。我们因小玉留给傅曼青的暗语是内有密信4字，所以猜测小玉留给傅曼青的胭脂中藏有说明真相的密信，所以赶去花月楼。但我们道士，胭脂已然洒落，又没有密信。我也检查过左大夫身上，并没有密信，可见真凶是在左大夫之前出现的，将傅曼青杀死，把密信带走。但他也有可能是逃出窗外之后，立刻藏起了密信，或者是撕碎扔掉。阿元，旁人我不清楚，但左妍希我清楚得很，肯定是误会。李大人，追查真凶一事，还请您继续上心，可千万别把左妍希抓过去禀报交差了。是，下官自然要查明真相啊！穆北燕，你是铁了心要包庇凶手啊？我不是要包庇他，是他不可能是凶手啊！铁证如山。所谓铁证，无非就是我们进去时，左大夫手持利笔，但是左大夫随身带着防身宝剑，为什么杀人的时候要换成匕首而不用宝剑？那也有可能是近身搏斗，短刃更方便一些。还有，被利笔所刺的部位，本该引起大量出血，但是傅曼青的出血量却并不多。这也印证了左大夫刚刚的叙述，他在拔匕首前，曾以医者手法点脉止血。哎，左公子没有嫌疑，自然更好啊。咱先说王爷世子有嫌疑，再说王爷义子有嫌疑，这样王爷非把咱们这个小衙门给拆了。大人，小玉是被人用右手所害，但贺王世子是左利手，平日惯用左手。根据其他线索，基本可以确定，贺王世子并非是小玉案的真凶。我就说我们阿元又聪明又能干吧，悄无声息的就给我洗刷了冤屈。我就说嘛，王爷家教森严，二位公子人品有口皆碑，怎么可能是凶手呢？啊！哎，来人呐，准备马车送左公子跟小王爷回府。哎，怎么就送我回去了？我还没住够呢。啊！可惜我不觉得有些人真的那么无辜。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说了，真的是巧合。别人不知道，我可很清楚。左大人，你是飞廉卫的首领，手下高手众多，有什么事情不能让手下盯着，要自己奔去花月楼。这谎话，你也编得下去？既然你知道我在说谎，为什么还要帮我开脱？
我知道你在撒谎，但我相信你不会杀了傅满清。等闲小事，的确用不着我亲自去一趟花园楼。但是长公主和小玉等人都被摘去了小指，那我就不得不亲自去一趟了。什么意思？执行完任务，以小指向皇上复命，这是飞廉卫的惯例。你说什么？我怀疑有人知道飞廉卫的规矩，故意摘走长公主等人的小指，将注意力引到皇上那里。这些案子应该与刺杀你的人有关。若查到最后，接近真凶，再抖出飞廉卫的规矩，查案之人自然知道是皇上的人在下手，自然不敢再查下去。想要查出真凶，只怕任重而道远。即便是这样，你还要继续查下去吗？可你以前明明最烦插手这些事啊！既已卷入其中，难免身不由己。你不是身不由己，而是风眠晚一腔热血冲在最前面，他卷入其中，你放不开，这才跟着一起卷入这样的漩涡中吧。没有，否认也没有用。即便你亲眼目睹了风眠晚怎样伤你害你，你都不愿意相信他是真的要伤你害你。阿紫，你遇到他，这辈子真的是栽了。不会的，他不会一直是原不快，总会回归原清离的。然后嫁人生子，到那个时候，我自然可以放手。好，等她嫁人，倒也方便。我看这北燕对她倒是挺上心的，回头撺掇几句，只怕她能立刻奔回京城，让袁夫人安排他们成亲。我真是败给你了。走。你是说昨天晚上左妍希在景之婉房间里很久？他们两个把门关起来，说话说得挺久的。就只是说说话吗？可能还给景县尉治个病什么的。这个左妍希明明就是杀人嫌犯，景之婉也太偏帮他了吧？看着他俩在一起，我就不开心。小姐，你这因果说反了吧？什么反了？你是看见人家两个人在一起，你才怀疑人家左妍希是杀人嫌疑犯的吧？死丫头，反了你了，帮谁说话呢？小姐人讲良心的，你看景县尉虽然说平时对你来说嘴上是刻薄了一点，但是你看你遇到事情了，景县尉还是挺身而出的。你想想，前天你去下梁村的时候，那么远的路，人家景县尉都赶过去了。哎，算了，衣服放这儿，我来洗吧。不是，小姐你要洗衣服啊？我突然想喝炙鸡汤了，要不你去买一只回来，整治干净了，给我炖汤喝呗。啊？怎么，你不会啊？会？怎么不会？不就是炙鸡汤吗？简单。那个，那我可以学呀。那小贺王爷可算是走了。是啊，
这位爷在这儿，咱们还查什么案呢？每天光顾着伺候这位爷了。你干什么？景大人，袁兄弟，袁兄弟，莫名其妙。你是不是找死啊？你别以为你是二皇子，我就不敢揍你。北燕，这都是为了你好，你忍着点儿。哎，哎呀，你误会了。误会？这民间相传，用这柳条抽打身体能去晦气。你这昨日才从牢里出来，那定要好好肃清一番才是啊！你看这一桌子，那都是我命人特意给你安排接风洗尘的。只是你这番良苦用心，实属反常。莫不是惹了什么祸端，有求于我吧？好兄弟，果然心照神交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哎，你先给我解开呀！你不说我便走了。哎，别走别走，我说。博王哥哥奉旨督修水利，准备了这些时日，明日眼看着也就该到清河了。博王，可不是嘛，他那炮仗一样的脾气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哼，他一来，要知道我在此处厮混，那定是一刀奏旨就给我撵回去了。其实回京倒也没什么，就是回去之后吧，难免要挨父皇一顿好骂，我这想想都头疼。我生平最恨博王傲视轻物的样子。当年我爹决意收他做学生时，我就第一个不同意。如今他欣欣得意又怎样？小爷我偏不吃这一套。二殿下，哎，你就安心在这儿住下。若是谁敢将你的事说出去，我就撕了谁。好兄弟，哎，为兄感激不尽。嗯。什么？小姐，我没听错吧？你说景县尉碰了你的脚？哎呦，我的傻小姐啊，这未出阁的女子的脚是不能外露的。我知道啊，你知道你还让他碰？哎呀，这景县尉平时看着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，没想到是这样的轻薄之徒。想多了吧？哎呀，我那么多的蓝颜知己，会计较这个？也是啊，可是我现在瞧着小姐还是蛮讲规矩的呀，根本不愿意和那些蓝颜知大毛毛虫们在一起。可是，景之婉又不是毛毛虫。哎，对了，小鹿啊，我之前有没有认识一个人叫景慈啊？景慈？没有，小姐认识的姓景的只有一个景县尉。奇怪了，我在梦中
怎么会忽然叫出这个名字来？小鹿，你这里面放了什么呀？你要谋害你家小姐吗？好好吃，小姐，这个好好吃，你多吃点。我是得多吃点，以你做饭的水平，我不多吃就饿死了。那汤做的也没有那么难喝吧？就是咸了点儿。然后我尝尝咸，我又往里面加了点糖，我觉得太重了这味儿，又加了点水。你说那个鸡肉它还没熟吧？萝卜都快炖没了，炖着炖着就真没了。然后我看着锅里一点油腥都没有，又加了一点油进去，就这样了。你不是元府的婢女吗？怎么连煮个鸡汤都不会？我是负责把厨房送出来的饭菜从食盒里搬到小姐的桌上的。往这。官爷，不知道今天的饭菜可否满意啊？满意。平日里衙门里的各位官爷对我倍加照顾，我已经吩咐厨房为各位官爷多加几份小菜，还望不要嫌弃。不嫌弃，不嫌弃。江姑娘做的饭菜可好吃了。我要是能有你一半手艺，我们家公子就不会嫌弃我了。我说的都是事实嘛。老板娘，这位客官，您需要什么？把你们这儿最拿手的饭菜尽管上来，别怕爷没钱。是。哎，对了，老板娘，对面那花月楼怎么关了？仿佛是出了些事情，好像最红的2位姑娘死了，所以就暂歇营业了。那小玉姑娘没事吧？其中出事的好像就有小玉姑娘。这不可能啊！上个月我在我朋友的别院里第一次见到小玉姑娘，她还好端端的呀。我去厨房给客官准备饭菜。好，去吧去吧。这位大哥，在下沁河县捕快袁沁河。哦，什么事儿？还想请教大哥，你上个月在哪里看到的小玉姑娘？不是在花月楼吗？是偶尔认识的一个经商的朋友，他和小玉是相好，有的时候呢，就会把她接到他在沁河的别院相会。你朋友不是沁河人？他好像是京城的吧，但我跟他也不是很熟。但是他这2个月好像常来沁河。哎，那你这位朋友还在沁河吗？在啊，不过他好像已经准备要回京了。我离开的时候，他正让人给他收拾行李呢。他住哪儿？寒秋坡。哎，景县尉，我家公子一个人去寒秋坡了。他为什么去寒秋坡？刚刚我们在14吃饭的时候，遇到了一个认识小玉的商客，提起那只黑猫是他住在寒秋坡的朋友所赠，那人的别院就在寒秋坡，可能今天晚上就要回京城了。我家公子想回来跟你商议，见你人不在，他怕那人跑了，就先找过去了。不可能。多年前我在京中读过典籍，寒秋坡曾发生过一场瘟疫，死了很多人。谁家会把别院建到那种大坟场去？什么？我去接应他。你说阿慈去了寒秋坡？是，好像是袁捕快在14里打探到了什么消息，所以急忙赶过去了。14，就是我先前约阿慈见面的14。那家14的老板娘姓姜，有手好厨艺，常以药材提鲜入味，所以生意很好，3教9流什么客人都有。
侯爷那次在14等公子时，就险些被下毒。姓姜，能以药入胃。侯爷近来身体不佳，正在服药调理，恐怕不宜劳累。所以我正准备前去接应，可博王也到了庆和。侯爷吩咐过我，要我多留意近期出现在庆和的权贵大臣。你继续留意博王，韩秋坡就不用去了，我亲自去看。真不懂这些富贵人家的眼光，好好的把别院建到这山里来，又冷又吵的，有什么好？眼看快要下雨了，我得赶快找到那处别院。小贺王爷，小贺王爷，哎呦，小贺王爷，小鹿，怎么了？你快去救我们公子吧！我们家公子遇到危险了。他怎么了？公子破案得了个线索，就赶去韩秋坡了。但我后来吧，跟景县尉说了，景县尉推测说一定有阴谋，很紧张就走了。我想了想，景县尉那么厉害，都能那么紧张，那一定有危险。我们家公子能应付得过来吗？景县尉能有我厉害吗？你等着，我现在就去韩秋坡把阿元毫发无损的带回来。等会儿，干嘛去？那阿元对你又不好，你还想挨打？你懂什么呀？自己的女人得自己疼。哎，我们家是公子，不是女人。你当我傻呀？等我把阿元救回来，我一定让她换上女装，堂堂正正的站在我旁边，承认她是我的女人。还是小贺王爷讲义气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是那个把我引过来的外地客商。
这个时候还想着吃，我会走。已是遥远的看，已是漫漫纠缠。公子，往事幕幕流转。公子，你在做什么？我在煮汤啊。把自己关在房里，1天就能学会做饭。来，过来喝汤。以为忘记了悲欢，爱就不会泛滥。只迷人一盼，一生一段。小心烫。能在你怀中贪恋着温暖，莫守平淡，生死不管。真的是公子做的吗？你的心意我领受不起，日后你领受我的心意就成。我总会学会做饭的，至少我会学会公子你喜欢喝的汁鸡汤。算了吧，你那么笨，既然我会，你不学也罢，你有我。就够了。情爱让人为难，偏又刻骨不断。以为忘记了悲欢，爱就不会泛滥。只迷人一盼，一生一段，能在你怀中贪恋着温暖。莫守平淡，生死不管。却为我抚平不安，便寻两情相伴，两世为欢，如约而至，如今之晚。所有心酸可以不算，只为你此生不换，情愿心甘。相缠，在转身后有你为我撑伞。历经千帆，生死不管。天底下没有人的名字比公子更好听。终有答案。青子。你在干什么？给你吸毒，上药。吸毒？若不是救治及时，你的这条小命可能就交代在这儿了。可我是你怎么好？我刚才
好像梦到跟你在一起，可是梦里的你好像又不是你，好奇怪啊！不奇怪，中毒后本来就容易产生各种幻觉。或者是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哎，小心你的手！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。原来你们早就知道我是女，不瞎的都能看出来你是女子。那你们官场准则，上行下效。县衙大老爷装瞎，其他人自然也跟着装瞎。我是不是又做蠢事了？居然上了那个客商的当，跑来寒秋坡送死。什么寒秋坡的别院，什么送给小玉的黑猫，不过就是为了引我来寒秋坡，伏击我。既然能够想通，也不算太蠢。可是，他们为什么要杀我呢？什么人想要一心置我于死地啊？或许，他们只是想杀我。可是他们最初引来的只有我一个人呢。可能，我的敌人比你更了解我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。刚才打斗的时候，你忽然不对劲，好像疼得很厉害的样子，是因为你的旧疾发作，身体不适吗？你到底什么病啊？左妍希医术那么高，怎么不把你的病给除了根儿啊？其实是胎里带来的疟疾。母亲生下我之后就去世了，家里人原本以为我活不了太久，但在药罐子里泡了几年后，身体也不比寻常人孱弱多少。就打了那么一小会儿，疼的就动不了了，还说不比寻常人孱弱多少啊？我一直注意调养，又习武强身，本来已无大碍，但后来遭人算计，挑断脚筋，弃于荒野喂狼。好不容易在好友的帮助下逃脱，但身体已经亏尽得太厉害，再也没法复原当初。你家世极好，武艺又如此高，什么人敢这样害你？自然是我不相信会害我的人。莫非这个恶人你认识？认识，自然认识。那便是你交友不慎，识不明，自讨苦吃啊。也许吧，但有的人，我相信了，就会一辈子相信。阿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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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脚很疼吗？习惯了。你不是说我们以前很熟吗？既然很熟，那就没有必要逼近那么多，对不对？既然我们早就认识，应该早就跟他很亲近了，何必这样不好意思呢？阿元，阿元，我在这儿呢。受伤了，伤哪儿了？严不严重？给我看看。看什么看？别闹！哦，我就说今天吃饭的时候怎么浑身不自在？哎，好端端的，你怎么会来啊？自然是你那个小丫头不放心，让我来找你。小鹿啊，也难为她了。不过也谢谢你能来，小贺王爷。我俩谁跟谁呀？犯得着说谢字？我们以前真的很熟吗？我已经不记得了。不记得就不记得了呗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。你仔细看看我，你看我是不是玉树临风、英武潇洒、风神俊朗、天下无双？有谁能和我小贺王爷比？哎，我哪句话说错了？没说错。小贺王爷，你的确是潘安在世，宋玉重生，难怪这倾慕者从南街排到了北街。来，我扶你坐下。来，